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27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2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42.98，收盘价是244.12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49.55，最低价是在241.66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1.019亿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略有缩小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增大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的短期空头趋势在继续增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9月2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这样的线型通常我们把它称作叫天剑线。天剑线如果出现在低档，它是止跌的信号 K 线；如果是出现在高档，它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那么9月26日当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呢，是在相对较低的位置，所以这样看来，那这根天剑线是一根叫做止跌的信号 K 线，但是能否止跌成功，要看日后股价是否能够站上这根天剑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在249.5附近。那同样，如果日后股价跌破了这根天剑线的最低，也就是241.66，那么这根 K 线它又是一根叫做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，那股价将会继续下行。好，那我们总结一下，就是日后股价如果突破，我们要看上方是否能够突破250，突破这个地方，从 K 线信息上来说，股价才能够继续反弹。那日后下方我们要关注241.66，如果股价跌破它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开启下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9月2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下跌，收盘价会在236.5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补量的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53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实际在9月27日收盘价是在244.12，出现的是横盘向下。那么股价我们会看到，当日既没有出现像我们预测的下跌，也没有出现补量反弹，而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横盘向下。那也就是它是一根休息的 K 线。那么为什么休息呢？我们在当日可以看到这根含有长长上影线的 K 线，股价是一路反弹到了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，但是在这个高位遇到了一个压力，最后股价被压回到开盘价附近。那出现这样的现象，说明股价目前向上反弹依然是有很大的压力的，并且呢，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是量缩，那么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叫量平，也就是并没有一个补量的上攻，也就是多头的力量并没有介入，所以说呢，这样的一个反弹是没有成功的。但是
当日的 K 线较前一个交易日仍然是出现了头高，下方有底高，呈现的是一个短期多头的这么样一个趋势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上行。那对于9月2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认为依然是258。那258，也就是日后股价只有能够站上258，才能瓦解这样一根实体长红 K 线的叫做下跌的动能。所以258是一个比较强的压力，但是在到达这个比较强的压力之前呢，目前这根天剑线的最高250附近，也将是股价到达第一个目标之前的一个压力，所以这是两个比较重的压力。那再加上我们会看到还有5日均线值，那同时在9月27日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也聚焦在258附近，所以目前股价上行的目标，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站上这个强压力。那这个强压力被站上之后呢，股价才可以或者才能继续向上反弹。那第二个目标就是274，是前高，站上274就是要瓦解自9月15日以来的这个空头趋势。那瓦解空头趋势之后，股价如果继续向上，第三个目标就是279。站上279的目的就是要恢复自8月18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也就证明这一波回档成功，然后继续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，股价才能够继续上行。当然，我们会看到，在到达279之前，目前这条下行的趋势线将会成为强压力，因为之前我们会看到有2次触碰到这个下行的趋势线之后，股价都出现了折返向下。当然我们也不排除，股价会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高位的横盘，然后呢，等待趋势线下降，然后再去选择突破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上方的3个目标：258、274和279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下行，目前股价我们会看到，之前我们定义的第一个目标是242，目前股价也没有跌破它，但是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下行的目标要变换一下，因为在9月26日出现了反弹，虽然是收盘价较前一个交易日是下跌，但是从 K 线上来说出现了头高底高，所以现在股价下行的目标应该是9月25日这根 K 线最低，也就是前低是在238附近。我们变换一下这个第一个目标。好的，好，当然我们会看到，在到达这第一个目标之前，这根天剑线的最低241.66这个位置将会成为支撑。那好，我们为什么要把238设定为第一个目标呢？对于目前股价的位置，这叫前低。那股价现在下行一定是要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，所以出现新的底低是股价下行的目标，因此238成为第一个目标。跌破它将会继续目前的空头趋势，否则会出现横盘或者是反弹。好，那238被跌破，第二个目标依然是228，这是一个强支撑。真正股价这一波下行的目标一定是212，212跌破它将会恢复自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目前上方有头低，下方还缺少一个底低，所以股价一旦跌破212，我们认为会有更深度的回档，会继续向下。当然我们会看到，在到达212之前，这条
底高的上行趋势线将会成为支撑，并且它也是比较强的支撑。那我们会看到这条趋势线在8月18日的时候，股价这一波下行的时候，并没有触碰到这条趋势线，然后就出现了反弹。所以目前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定义的这2条，分别是这个1号下行趋势线和下方，我们应该把它上行，我们通常定为是双数，叫2号趋势线，将会成为股价目前在这个区域运行的上限和下限，也就是目前我们会看到股价至少，如果我们到达这个焦点，下方显示的是2023年12月14日，也就是在12月份之前，股价一定是要选择突破这2个趋势了。那么可能，从目前的股价运行的状态看，如果不选择突破，至少到12月中旬，股价一定会选择一个方向。好，当然也有可能会是提前突破的，是。好，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下行的目标，分别是238、228和212。好，那我们再给出在9月27日盘中，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，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是在241.5附近。之前我们给的是，在9月26日我们给的是前一日 K 线最高，也就是在它上方运行是容易反弹，在它的下方运行是容易收低的。那我们下移这个水平线到它，那这样一来，对于9月27日来说，如果股价开盘能够在前低的上方运行，股价是很容易继续反弹，或者是横盘，但只要在它的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会收低，甚至是继续下跌，收一根实体长红 K 线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说明。由于现在是接近月末，我们先来提前看看月 K 线图。好，在月 K 线图当中，也就是9月份，我们在8月份的最后一个我们在9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之前的视讯曾经说过，在2023年9月份，我们要关注的是250，这是我们给出的观察位。如果股价能够在250上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本月的收盘价应该会在273，或者我们说叫270到273之间，在这个位置。如果股价在250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收盘价很有可能会在238附近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还有将近叫做3个交易日。那么在这个3个交易日呢，我们现在要重点关注目前的股价是否能够突破250。如果能够突破250，那么在本月的收盘价会依然在5均值的上方，也就是说会继续维持着目前的，也就这一波回档出现反弹，只要收盘价能够在5均值的上方，那么接下来的一个交易月，那么股价会有可能继续向上反弹。但是如果在本月末收盘价跌破了5均值，或者甚至是跌破了20均值，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月呢，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下行。对，所以目前我们近3个交易日，我们关注股价是否能够重新站上250，这是一个压力。当然，下方在20均值，目前在屏幕的左上方是239.313，这个地方也会成为一个支撑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对月 K 线图的一个复盘。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。
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股价我们说在9月26日出现的，虽然出现了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因为它是在相对低的一个位置的一个天剑线，所以我们把它认为是止跌的信号 K 线。但是呢，当日的成交量出现的是略微量缩，并没有增量，所以呢，出现这样的 K 线，成交量没有增量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如果没有多头力量介入，股价是很容易继续下行的。所以在9月26日的收盘价244.12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叫进场做多的。我们在技术上说，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在9月27日开盘之后，我们认为一定会有空头的力量继续进入，一直到上方，尤其是到250附近，在这个区域将是对于股价反弹是强压力，因为这个区域一定会有空头的加仓或者建仓，一直到上方的258，所以股价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是258，那他们的目标一定是下方的这条趋势线，也就是在220附近，还有下方的228和212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9月27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在246到248之间。第二个压力位就是前高250，也是我们月 K 线图当中的观察位。然后第三个压力位是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，包括前高，它们的范围是在257到258之间，这是一个非常强的压力。好，那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前低，我们把它定在241.5，然后第二个支撑是238，是第一个目标。第三个支撑我们再给出一个点是235，第四个支撑是228。235我们指的是8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它是一个支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9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会给出2个可能，但是今天我们给出的2个可能当中都会给出2个点位。我们先来说股价的下行。对，那我们认为第一个可能，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下行。如果是继续下行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45，下方最低会到达235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36.5，这是第一个点位。但是如果股价不跌破前低，或者就是不跌破238，也就是股价如果在238之上，那么收盘会收在240附近。那么它们共同的条件是在当日，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是反弹。如果是反弹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42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50，收盘
会收在249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但是如果股价不能到达250，而是到达247，在这个地方遇压而不能继续向上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收盘在245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41.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2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